婆婆总是喜欢趁我带女儿出去遛弯时将门反锁，每次都要我们在门口等着她开门。第一次半小时，第二次1个小时，第三次2个小时。对此婆婆回回都趁自己记性不好，以后一定注意，可下次却依旧如此。直到后来我和女儿再一次被反锁在门外，我大张旗鼓地喊来开锁师傅，在一众邻居八卦的目光中潸然泪下。家丑不可外扬，可婆婆做出偷人这种事，身为儿媳又怎么能放任她堕落下去？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社区遛弯到一半，女儿突然饿了要吃奶，看着来往散步的人，我只得推着她往家赶。到家门口拿出钥匙开门，却发现拧不动，心瞬间一沉。婆婆又反锁了。叹了口气后，我熟练地边敲门边打电话，结果并没有人回应。而此时女儿饿得不行，开始闹腾，我只得抱起她安抚，甜甜乖，妈妈马上给你喂奶，同时更大力地敲门，妈，开门，甜甜饿了要吃奶。喊了好几分钟，我嗓子都有点受不了，可门内依旧寂静无声。率先回应我的反而是女儿的哭声，哇哇哇哇，响亮的哭声在楼内回荡。她已经迫不及待想喝奶了。甜甜，乖，不哭，不哭，妈妈在。看着女儿哭红的脸蛋，我慌忙给老公周成打电话。喂，老公，你给妈打电话，她又反锁门了，也不接我电话。周成却有些不耐烦，她不接能怎么办？我打她就接了，反锁了你就等等，给我打有什么用？没时模式就挂了，你那边吵死了。随后响起嘟嘟嘟的忙音，我猛然握紧手机，心里涌出一股愤怒。片刻之后我又拨了过去，一连拨了3个才接通。你又干什么？我说了我打没用。怎么没用？我怒吼一声，每一次不都是他接了你的电话才开门的吗？周成沉默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平复心情。甜甜饿了要吃奶，哭得不行，我现在门都进不去，你妈电话不接，门也不开，你说我要怎么办？让我在楼道里喂奶吗？我家是2楼不梯，可以说是上下居民必经之路。周成也想到了这点，弱弱说，我知道了，我给妈打电话。挂断后，女儿哭得更大声了，甚至开始剧烈咳嗽。看着紧闭的房门，我扭头慌忙敲2个邻居的门，好几分钟过去也没人开门。我这才恍然想起，2个邻居，一个白天上班家里没人，一个前几天回老家了。婆婆依旧没有开门，就连周成的电话也是无人接听。我早已经急得满头大汗，而女儿的哭声听上去凄惨又可怜。我知道等婆婆开门喂奶不知道要多久去了。甜甜等不及，我也是。她的哭声如同刀在我心上割般疼，因为太饿，女儿不断地往我胸上凑。确认四下无人后，我蹲在角落避开监控，果断掀起衣服。甜甜不停地吸吮，直至喝饱，露出了满意的笑。吃饱喝足，我将女儿哄睡，刚放入婴儿车内，可门就开了。婆婆头发凌乱，看上去像刚睡醒。哎呀，玉瑶啊，对不住，妈睡午觉呢，睡得太死，没听见，快进来吧。我黑着脸将女儿抱到婴儿床上，又关上门。做完一切，终于忍不住吼了出来，妈，我说了多少次不要锁门，不要锁门。婆婆被吓了一跳。我性格很好，和周成结婚快2年，从没在他面前红过脸，对他一直很尊敬。愣了一会儿后，婆婆有些不服气，我知道啊，
那我就是记性不好，老是忘了打开。年纪大了就这样，耳朵也不好使。那你就不要反锁，不锁不就不需要再打开了吗？你知道吗？甜甜刚才饿了要吃奶，在外面哭得有多凶。你每次反锁门不方便的都是我和甜甜。你既然知道自己记性不好，耳朵也不好，锁它干嘛呢？不反锁难不成会死人吗？婆婆瞪大双眼，几次张嘴，最终又闭上。我喝了3大杯水才勉强平复心情。妈，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，就这一点，我每天都要带甜甜出去遛弯。你别锁门，或者在我们回来之前别锁门，就1个小时，可以吗？婆婆低着头不说话，半天才颤颤巍巍地走向沙发。行，妈听你的。妈也知道自己年纪大了，不中用，想帮帮你们反而拖后腿了。妈没用，像我这种人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。说着她背过身抹泪，看着她驼着的背，我不禁想起了我妈，瞬间有些心软。妈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帮了我们很多，只有在锁门上有分歧，但我认为不反锁门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。我和甜甜在家，你随便怎么锁都行。婆婆撇过头不理我，安抚好半天后，她又哭着承诺：玉瑶，你放心，从今往后，妈全都听你的。我长舒一口气，以为事情就此解决。可谁知晚上等我洗完澡出来，周成迫不及待将我拉进卧室。陈玉瑶，你至于吗？我妈不过锁了下门而已，你居然说那么多难听的话来糟践她。糟践？我实在有些摸不住头脑。我说什么了？你自己知道。周成怒气冲冲，你又骂他年纪大，又骂他耳聋，还让他快点去死。这是一个晚辈应该对长辈说的话吗？我两眼一黑，差点晕过去。我承认情急之下我态度不好，可我也没说过这些话。你少给我扣帽子，不信去问你妈。问我妈？周成冷笑一声，你还好意思让我去问？这就是他告诉我的。一点小事阵仗搞这么大，就算你没说这些话，你也承认跟他吼了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斤斤计较呢？我终于明白是婆婆跟他告状了，不仅告状，还告的是添油加醋的黑状。合住白天的自我反省、承诺全是假的。想到这，我登时火冒三丈。我告诉你，我没说过这些话。至于你妈，一次把我和甜甜锁在门外是小事，2次、3次、4次那就不是了。尤其是今天甜甜饿得哭，只要跟我女儿有关的，更不可能是小事。你妈干多少回这种事，你自己知道。周成沉默。第1次被婆婆反锁在门外，我很疑惑，好好的反锁门干什么？况且婆婆来家里2个月了，从没这种习惯。又敲又喊几分钟后，我开始给婆婆打电话，一连打了2个。我都隐约能听见电话铃声在屋内响起，可就是没人接听。20分钟过去，我从开始的疑惑变得有些担忧。不开门，不回应电话，也不接，难道是出了什么意外？敲门声逐渐急促，我不禁提高音量，焦急大喊：妈，你怎么了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妈，你说句话。见依旧没人回应，我害怕得手都在抖。妈，你别害怕，我马上联系物业，报警救。谁知话还没说完，门哗的就开了。婆婆生龙活虎地站着。报什么警啊？我没事。一时间我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。那你怎么不给我开门啊？喊你也不理我，电话也不接，我还以为你出事了。婆婆有些不好意思，称自己拉肚子，手机没带进厕所。看着放在沙发上的手机，我松了口气。那你也吱个声啊？还有这大白天反锁门干嘛？害得我进不来。婆婆又解释，谁拉屎大声说出来啊？多不好意思，门可能是我扫地的时候顺手就锁了。
记性不好，忘了你还没回来。于是我没再多说，只提醒她以后别锁门。而婆婆也连连应答，你放心吧，我肯定记着。结果第二天同样的事就再次发生了。我和女儿足足等了半小时，期间我打了7、8个电话，敲红了手，可就是没人回应，而且我手机还马上关机了。无奈我给老公周成打去电话，老公，你有空给妈打个电话吧。我打没人接，他把门反锁了，我带女儿散步回来进不去，手机也快关机了。周成愣了会儿，轻声安抚，行，你别急，我马上给他打。估计是妈一个人在家，害怕反锁忘了。老年人嘛，记性不好，你多理解下。话音刚落，电话就黑屏了，电量不足，我只得蹲下来边安抚女儿边继续敲门，祈祷着婆婆能听到，直到腿都蹲麻了。门终于开了，婆婆脖子上却挂着跳广场舞用的头戴式耳机，我这死脑子又给忘了。我想戴耳机练习下昨天刚学的舞，害怕有人进来听不到，所以把门反锁了。本来想10几20分钟就跳完，结果一下太沉浸，忘了时间。要不是渴了去倒水，看见程程给我打电话，我还想不起来呢。都是妈的错。她又低头看向女儿，哎呦，甜甜，我的小心肝哦，都是奶奶不好，让甜甜等久了。你打奶奶吧，奶奶受着。说着，婆婆抓起女儿的手往脸上打。女儿小不懂，还以为是在跟她玩，咯吱咯吱地笑了起来。手机充电开机，我才发现，原来距离我到家门口已经过了1个小时。老公发了好几条消息，老婆，妈也没接我电话，你别担心，我再多打几个，肯定没事的。我叹了口气，再次嘱咐婆婆，妈，你千万记得别乱反锁门了，社区安保挺不错的，陌生人进来都得登记，默认按电梯也上不了楼，不会有什么危险。你要实在担心，晚上睡觉锁就行。你看我和甜甜都被锁外面2次了，就算我们没事，那周成下班还得回来啊。婆婆再次讪讪点头，是，我记住了。虽然婆婆表示记住，但我还是有些担心，所以那几天出门前都会提醒她，妈，我带甜甜出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，你千万别反锁。而那几天我也顺利进了门，我以为婆婆应该记住了，就莫再提醒，谁知当天我和女儿又被锁在了门外。虽然这次只等了几分钟，但我依旧有些不高兴，难不成这点事还需要我天天提醒？一大一小的活人莫回来，她都不知道。于是我再次告诉周成，想让她在婆婆面前说说。周成回来信誓旦旦表示，你放心，我已经跟我妈说过了，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。可今天这事距离他的保证不过才2天，这2天里也并不平静。婆婆依旧我行我素，习惯后我干脆也不浪费力气了，直接打电话告诉周成。不过今天一想起女儿凄厉的哭声，我蹲在角落喂奶的无措紧张，还有婆婆那轻飘飘的对不住，我就忍不住。婆婆和周成都认为这是小事，可只有我和女儿知道被锁在门外等人开门是什么滋味，更别说婆婆居然还断章取义来污蔑我。周成梗着脖子，那又怎么了？不就是等会儿吗？你要是等不了，可以多带甜甜溜会儿啊。楼下那么多老太太，聊天说话很快就过去了，你非要死站在门口等吗？就在我和周成吵得不可开交时，婆婆缩着探头进来，程程，你别和玉瑶吵架，都是妈的错。妈想好了，与其在这儿添乱，我这就回去陪你爸。我这才注意到婆婆手上还拎着一个大包。周成瞪我一眼，快步上前，妈，你别听陈玉瑶胡说，甜甜还小，我又要上班，这个家还需要你帮忙，否则她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。我已经骂过她了，
以后你想锁门就锁，不用担心那么多，想锁就锁，这还了得？只是我刚想张口，周成就厉声打断：陈玉瑶，你住嘴！我妈这么大年纪，你让着她点不行吗？非要把家里搅得天翻地覆才行吗？说完，他砰的一声砸上门。哇！熟睡的女儿被吵醒，我顾不上再和她争辩，抱起女儿轻声安抚。等女儿再度熟睡时，婆婆也已经放下了行囊，周成则睡在了客房。我心里憋闷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最后选择和闺蜜倾诉。闺蜜一听，一蹦3尺高：啥？不是姐们？你可真能忍啊！你那婆婆摆明了是故意的啊！我就问你，换做你家里一共4个人，一大一小少了2个会记不住？她是年纪大，但又不是傻。跳广场舞那么多动作她能记住，几点有活动比赛她也能记住，就记不住2人活人。要么她故意的，要么就是没把你和甜甜放在眼里，哪种也不行啊。还有你那老公也不是个好玩意儿，妈宝男一个，哪个男人容忍自己老婆女儿天天被锁在门外？保不齐他们娘俩合伙整你呢。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我是觉得有哪里不对劲。细数起来，每次我被锁在门外给婆婆打电话，她从来没接过，反而老公打次次都能接到。婆婆也说是巧合无意中看见，可就如锁门，1次巧合，2次巧合，难道次次都是巧合？最终在闺蜜的建议下，我连夜在狗东上下单了一个监控。第2天我没有带女儿去遛弯，婆婆以为我莫消气，还装模作样的劝说了几句。趁婆婆睡觉，我快速将监控装在客厅，又用假花装饰一番。我倒想看看婆婆究竟是忘性大还是故意的。隔天周成放假，我照常带女儿出门，而拿出手机一看，我出门前还在沙发上装模作样看报纸的婆婆，县门一关，立马起身到了窗台，并且还探头向下张望。我知道她在看什么，透过窗户就可以看见楼下的路，那也是我每天遛弯的必经之路。她是在看我的行踪。看我走远后，婆婆这才放心，哼着小曲儿，啪的一声反锁门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哼，我让你闹，我偏锁，偏锁。我不禁握紧了手机。虽然早有此猜测，可当一向和蔼的婆婆真面目暴露时，我还是有些震惊。然而令我震惊的不止这些。过了一会儿，周成起来了，他看了眼反锁的门，皱眉：妈，前天才吵你又锁门，不怕他闹啊？婆婆叉着腰：闹呗，大不了我到时候再装装可怜卖惨，他还能说什么？难不成真让我滚？周成翻了个白眼：我觉得你那套快不管用了。前天晚上你非让我去骂他，结果倒好，他不仅没认错莫挽留你，还跟我冷战1天，也没搭理你吧？要我说啊，你以后也别搞什么锁门了，没用。怎么没用？婆婆不服气辩驳：这叫立规矩，你懂不懂啊？只是我没想到这妮子脾气太差，实在难以管教。周成接着说：她都嫁进来多久了，孩子都生了，还立什么规矩？要立也应该是嫁进来前或者刚结婚。我觉得现在立反而让她脾气变差了，以前挺好的。你懂个屁！婆婆白愣她一眼。我一早看出来她不是个省油的灯，独生女家里肯定宠着，我要早立她不得跑了，就要等她生完孩子立才行。你想，没结婚或者刚结婚没孩子，她想走就走，想离就离。可现在有个小的，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也得为小的考虑，能随便离吗？孩子拴住妈就是这个道理。脾气好，哼，你是没看见生产前1个月和月子期我受了他多少气，简直是被呼来唤去。现在孩子生了，月子出了，也该我出气了。最重要的是2年啊，2年才怀上孕，还生个赔钱货，谁稀罕赔钱货？我要的是孙子，
她是远嫁，娘家远在几百公里外，给她锁外边，就是要让她知道周家的门不是这么好进的。只要她不听话，我随时可以让她还有那赔钱货进不了家门。我啊，偏要让她恭恭敬敬地请我开门，这样她以后才会听咱们的话。震惊我800年，婆婆一直以来的好形象居然都是装的。她心里打的原来是这些算盘。本来我以为周成会反驳，可谁知他只是点头。行，妈，既然你想调教他，就调教吧，别整太过，像之前天天给我打电话都烦死了。婆婆拍拍她的肩膀，放心儿子，你听我的，这几天都别主动跟你媳妇儿说话，冷着她，让她来找你。你啊，还可以趁此机会把她拉黑。我呢，继续锁门，那小的每天都会吵着出去，他们一定会出门，只要他敢出，这次我非让他等个够。听着听着，眼睛就逐渐湿润。当初结婚时，周成说的海誓山盟，婆婆夸下的海口，如今都变为了算计。泪水落在女儿脸上，她摇摇晃晃伸出手想为我擦泪。看着可爱乖巧的女儿，我又是一阵心酸，同时也暗暗发誓，为了自己，更为了女儿，我必须反击。回到家中，我不仅装作无事发生，反而主动向周成求和。老公，我想了想，上次是我态度不好，以后我一定会尊重咱妈，尽力包容理解她，把她当我亲妈一样对待。周成眼里闪过惊喜，是吗？老婆，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，我也会告诉妈让她原谅你。只是锁门的事，你也要多忍让。我微笑应下，隔天如常带女儿出门，回来时果然门又被反锁了。我装模作样的又敲又喊，还给婆婆打了几个电话。默人回应后，我打开监控，发现婆婆笑意吟吟地玩手机呢。等我停止敲门后，她悠闲地走进卧室，门一关，估计是睡觉去了。想到她昨天说的让我等个够，8成今天末4、5个小时是不会给我开门的。我抱着女儿下楼，迅速拨通了报警电话。你好，是远景吗？我婆婆一个人在家里，电话不接，喊也不应，我怀疑她出事了，你们能不能过来看看？远景来得很快，3下5除2就下了锁。门一开，婆婆正好穿着睡衣，一脸懵逼地站在卧室门口。景，远景，你们来干什么？婆婆，我大喊着扑上去。你没事吧，婆婆？你们不开电话，不接喊你也不回应，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，所以让远景来看看。没事就好，你可吓死我了。你说你一个人在家里干什么啊？说到这，我已经带上了哭音，对上远景询问的目光，婆婆才反应过来解释。我在屋里睡觉呢。远景不由得皱眉。睡觉？这么大声音听不见，电话也不接。我抢先开口。是这样的，婆婆年纪大，耳朵有些聋，可能没听见。真是不好意思了，远景，耽误你们时间了。我也没想到这婆婆在睡觉啊，你才耳朵聋呢。婆婆有些不服气。远景叹了口气，教育起婆婆。老太太，你说你儿媳孙女还在外面反锁什么门啊？耳朵不好时买个音量大的手机，免得让你儿媳这么担心。你看你孙女还这么小，怎么忍心让她在门口待着？面对远景，婆婆只点头，活脱脱像个鹌鹑。可等远景走后，她顿时变了脸。你是故意的吧？还报警？我头摇得像拨浪鼓，语气无辜。妈，我怎么会故意呢？我也是太担心你了。婆婆显然是不信的。担心？你骗得过远景，骗不了我。妈，我提高音量打断，你下次注意点就好了。就像远景说的，别老反锁门。远景的话你得听啊。说完，我砰的一声关上门。婆婆气得在门口大喊。晚上周成下班回家，婆婆就迫不及待告状。你娶的好老婆，我就睡了个觉，她倒好，直接把远景叫来了，还诅咒我出事呢。我低着头，
又道歉又反省。对不起老公，是我太心急了，我害怕妈出事，又害怕给你打电话打扰你工作，所以才找了远景。我以后一定不会了，是我太蠢了，我应该多等一会儿的，我太没用了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。周成找不出问题，只能无奈叹气，这又把婆婆气得半死。你还装上了，你分明是故意的。晚上我带着女儿早早睡下，果然听见婆婆拉着周成蛐蛐。儿啊，这女人脾气实在太差了，我非要，你还要干什么啊？周成有些不高兴，再搞你不害怕她还报警？婆婆却不愿放弃。你相信我儿子，他报警有什么用？他以为我会怕吗？远景来多了，没事就不会来了。有本事他能保证他永远不出门，我一定要出口恶气。可婆婆不知道，她还没出恶气，自己的报应先来了。隔天出门前，周成说晚上有应酬，要晚点回家。我一听立马意识到这是机会啊，于是我一整天待在房间等待时机。晚上6点半，婆婆出门跳广场舞了，这是她每天的必备专案。6点半出门，9点半回来收拾睡觉。她前脚刚走，我后脚就反锁门。谁不会反锁呢？周成每次应酬，每个凌晨是不会结束的。我抱着女儿玩了会儿，将她喂得饱饱的再哄睡，然后悠闲地躺在床上刷抖音。转眼到了9点半，婆婆回来了。她转动钥匙却发现打不开，尝试几次后，终于意识到门被反锁了。她咣咣敲门，边敲边喊：开门，开门，我进不去了。持续好几分钟无人回应，婆婆开始骂骂咧咧给我打电话：这死丫头，老子还没回去就敢锁门，等我进去的。看着手机上婆婆不停打来的电话，我乐开了花。终于有一天我们身份互换，我也要让她尝尝被锁在门外的滋味如何。打了10多个电话，婆婆也意识到不对劲儿。好啊，陈玉瑶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故意报复我。她把门拍得震天响。陈玉瑶，你给我开门，你个没良心的，我可是你妈，你敢把我锁在门外，等我儿子回来饶不了你。见我还是不回应，她掏出手机给周成打电话：喂，儿子啊，你快回来，你老婆把我锁在门外了。可周成忙着应酬，压根没空搭理他。妈，玉瑶不会这样的，她肯定是没听到，你再多等等，我忙着呢。敷衍几句后就匆匆挂断。喂，儿子，儿子。婆婆又打过去，结果提示对方已关机。没办法，婆婆只能把怒气全撒在我身上，在门口破口大骂：陈玉瑶，你个小贱人，再不开门我就让我儿子跟你离婚，你别逼我，你敢报复我，我绝对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陈玉瑶，我掏了掏耳朵，戴上耳机，世界一片清静。婆婆喊了1个多小时，又转头向物业求助。可惜社区是老小区，根本没有24小时值班的物业，只有保安。保安来后也没办法，这锁我撬不开，要不你找个开锁的吧，或者等你儿子回来。预料之中，一听开锁要大几百，婆婆就心疼了，当即拒绝。她蹲在门口等了2个小时，周成还没回来。更惨的是手机也没电了。最后她又换到了保安室等。凌晨1点多，周成终于回来了。婆婆哭嚎着迎了上去：儿啊，你那个媳妇太没良心了，把我关在现在啊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。周成喝得醉醺醺的，走路都费劲，别说给他做主了。哎呀，别碰我，不开门你就敲，敲门啊。婆婆一路嚎到门口：你看你看，陈玉瑶死活不开门，她肯定是装听不见。话音刚落，我猛地开了门，婆婆一脸幽怨。周成晃晃悠悠：门不开了吗？
婆婆急切地说：“儿子，快，你得给妈做主啊！”她敢这么对我。可周成满脸不耐烦，一把推开她：“别碰我，我要睡觉。”说着，她一头栽在沙发上。婆婆想去拉她，却被突然响起的呼噜声打败。我一脸歉意：“妈，对不住呀，我戴了蓝牙耳机听歌没听见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”婆婆的脸彻底黑了。婆婆足足生了2天闷气，可周成醒来后已经把前一晚的事忘完了。对于婆婆的控诉，她也只是安慰：“妈，你别生气，陈玉瑶只有那一次，以后肯定不会再发生。”婆婆不肯就此过去，恶狠狠发誓，这事这么容易就过去。于是第2天遛弯回家，我就发现大门的锁被换了。我连忙翻出监控，原来婆婆等我走后就联系了换锁的。“喂，我要换锁。”“对，马上上门，越快越好。”挂断电话，婆婆一脸期待：“哼，跟我斗，以后我让你钥匙都插不进去。”我微微一笑，抱着女儿扭头去了附近最大的商场，里面全是奢侈品店。我一头扎了进去，先是花了几百吃饭，做了几千的美容专案，还充了卡，又给自己和女儿置办了几身行头，不到2个小时就花了好几万，刷的全是周成的卡。周成在我消费第1笔时就发消息问，一连发了10几条，我都没搭理。后来他忍不住打电话：“喂，老婆，你在干什么？怎么花那么多钱啊？”我毫不在意：“我在逛街啊。”“逛街？”周成皱眉：“怎么突然想逛街了？还是大早上？”“是这样的。”我解释。婆婆大概是又忘了，她不仅换了门锁，还没告诉我，也没给我留门。我敲了半天，她也没理我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听你的，带女儿多溜会儿。走着走着就到商场了，正好我好久没逛街了，等我慢慢逛下午再回去吧。那时候婆婆应该想起我了吧？周成一时愣住：“啊，你别急，老婆，我给妈打电话，说不定她就接了呢。”而正如周成所说，5分钟过后他就发来消息：“老婆，妈接我电话了，我已经告诉她了，你现在回去敲门就行。”看了监控才知道，周成一打电话，婆婆就接了，还迫不及待跟她炫耀，声音外放，我听得很清楚：“儿子，我告诉你，妈你先别说，我知道你换锁了。陈玉瑶进不来去逛街了，才2个小时就花了4、5万，你可快让她进来吧。”婆婆蹭的一声站起来：“什么4、5万？这个败家娘们，她怎么知道密码的？你快改一个儿子。”我也想啊。周成无奈。结婚后，周成为了让我放心，特意去办了一张新卡用来存钱，用的我的手机号做预留电话，还告知了密码。周成要改密码需要我的手机号验证。婆婆立马同意：“行，我给她开门。”她开门，可是我却不想回去了。我又一次性花了好几万，几乎把这2年的存在卡里的10万花完了，然后迅速关机，还把所有买的东西都改为了送货上门。回到社区后，我抱着女儿直奔那些老太太。有老太太看我眼熟：“哟，怎么现在出来遛弯啊？你不是一般都是早上出来吗？”我叹了口气：“哎，没办法，婆婆记性不好，又把门反锁了，我进不去啊，只能在外面多逛逛。”老太太们一听来了兴趣：“哟，反锁？怎么会呢？”我可怜巴巴一次性把所有事都说了出去，末了又为婆婆开脱。婆婆年纪大，记性不好，我能理解，她可能只是忘了，我没事的。老太太们却坐不住了：“这都能忘？”“是啊，换锁还能不告诉你？”我立马反驳：“婆婆很好的，她只是不想让我操心，门都要亲自为我开。”
说着说着，老太太们眼里都浮现出了同情。我自觉时机成熟，提出告辞。老太太们一脸同情，频频摇头。走远后，我隐约听到他们讨论：则这姑娘也太傻了，远嫁吗？婆家立规矩呢。突然有人叫住我：姑娘，你是哪家的啊？我回头一笑，3栋201。我婆婆姓崔，鸡人一对是。崔，我知道啊，她天天都要跳广场舞。真假的？真看不出来她是这种人。晚上我指给你看。告诉他们还不够，我又挨个拜访了楼上楼下的邻居，讲述我的故事。所有人都不由得为我抱不平。直到周成下班，我才慢悠悠地回了家。一进门，婆婆就阴阳怪气：好啊，这才2年就现原形了。以前懂事节俭，全是装的。儿子，你看你娶的啥？她又看向我身后：你不是花了大几万吗？东西呢？难不成全为你那张嘴了？周成也面露不悦：老婆，你花那么多钱，至少提前跟我说一声啊。你看原本卡里有10万，现在就剩1万多了。什么？婆婆厉声尖叫：你一天花了这么多钱，要死哟！天娘哎，我周家怎么娶了这么个媳妇？败家啊！我也叹气，没办法，我回不了家，只能在外面逛。这不是你说的吗？周成一时被噎住。那我也没让你一次性花这么多啊。再说了，我不告诉你妈已经知道了吗？你怎么还是现在才回来？我掏出手机，一脸无辜。没电了。婆婆嚷了半天，为那8万多心痛，连广场舞也不去跳了。而周成则黑住脸，让我以后花钱一定提前跟他说。我乖乖应下。以后我们有没有以后还不一定呢。隔天再出去遛弯时，我遇到了昨天那群老太太，她们围上来八卦：姑娘，昨晚你婆婆咋没来跳舞呢？我泪眼婆娑：嗨，还不是昨晚在外面晃悠久了。婆婆回去说我不顾家，不是个好儿媳，大概是气着了，没心情跳舞吧。都怪我。老太太们听得啧啧咂舌：她不开门，你咋进去？这还能怪你了？造孽啊！怎么会有这种婆婆？这天我出奇顺利地回了家，大概是周成怕我再出去花钱。晚上婆婆照常出去跳广场舞，可不到半小时就哭着回来了。她一屁股坐在地上抹泪：天娘哎，我不活了。周成有些摸不住头脑：妈，你咋了？不是跳舞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你问你媳妇。婆婆怒目圆瞪：她在外面散播谣言，说我虐待她。我一到广场，所有人都瞪着我，还议论纷纷，这让我怎么活啊？什么？周成用眼神询问我，我也只是唉声叹气：没有啊，我是实话实说。那天老太太看我在外面溜了太久，就问我，我就说了。谁能想到他们会传成这样啊？不信你去问。我还替妈说话呢，我说她不是故意的，只是忘性大。2人都不信。婆婆继续哭天喊地，还嚷嚷着要去死。周成紧皱眉头：陈玉瑶，你说真的？你怕不是对我妈心怀不满，故意出去编排她的吧？我说多少次了，妈是记性不好，不是故意的。况且她每次也跟你道歉了，道歉有屁用啊？我差点忍不住想揭露这对母子的真面目，硬生生忍了下来。行，你们既然怀疑我，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挨个解释清楚，一定不会让婆婆背这个骂名。说着我就拉开门往外冲，恰好碰见隔壁邻居开门。她一见婆婆，白眼都翻到了天上：切，虐待儿媳，老了有你受的。然后砰的关门。婆婆一听，嚎得更大声了。周成最终莫让我去解释，他说：算了，你出去解释反而有些此地无银300两的意味。
只会让事情越闹越大。她嘱咐我和婆婆，这几天你们都别出门，免得看见了又议论。过几天就好了。可我摇头，那不行，我明早要出门，我订了票回我爸妈那。话一出，婆婆不好了。周成也愣了。回去，她给婆婆使了个眼色。你怎么没跟我说啊？怎么了？是还在生妈的气吗？婆婆也换上一副笑脸。玉瑶啊，你别生妈的气，就算生气，你骂我吧，千万别赌气回娘家啊。要走也是我走吗？一方面我是受够了这对虚伪的母子，与其当面扯皮，有些事不如走远点解决。另一方面也是真想带女儿回去看看我爸妈。结婚2年我都没回过家。甜甜出生时爸妈来过一次，可没待2天就走了，说是怕麻烦到周成和他妈。想到这儿，我立马就订了回家的机票。我笑嘻嘻解释，没有，怎么会？是我想爸妈了，想回去看看。反正你上班也没空，我就自己回去了，还做出保证。你们放心，我待几天就回来了。结婚2年我都没回去，难不成我想回去一次都不行？话一出，婆婆和周成彻底没话说。我连夜收拾行李，隔天一大早就出发。周成想送我，被我拒绝。出社区路上有老太太瞧见我大包小包，又问：姑娘，带这么多东西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叹气，回我爸妈那。啊？众人一惊，哎，回去待几天再回来。这几天婆婆心情不太好，至此我已不用再多说什么。果然当晚周成就打电话，对面隐约传来婆婆的哭声。陈玉瑶，你早上出门又跟人说什么了？你知不知道？社区都在说妈把你逼走了。啊？那怎么会呢？我边吃葡萄边憋笑。那些老太太问我去哪儿，我如实相告说回家玩几天，哪知道会变成这样。闻言婆婆哭声更大了，敷衍几句后我挂断电话，回头就撞上我妈担心的眼神。我安慰她，妈，你别担心，我都想好了。等过段时间我就跟周成说。我妈一脸心疼，真不知道你在那边过的是这种日子。我爸怒气冲冲，那小子居然敢这么对你。当时我就说应该告诉他的。其实你生孩子那次，我和你妈本来是想多待几天的，结果无意中听见你婆婆跟周成吐槽，说我们待太久了。有多久啊？我们一共就待了2天。你妈害怕再待下去，你婆婆不高兴，对你不好，所以第2天就拉着我走了，还让我别告诉你。早该看出来她不是个好相遇的，居然是这样的。我妈当时说的麻烦原来是这个意思，我还没理解到，反而让他们受了委屈。我妈看出来我心里难受，反过来安慰我，没事，瑶瑶，想通了就好。我已经彻底想通。周成每天都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去，我一天天推脱，实则是在准备大事。准备的差不多后，我本想告诉周成，不料却在监控中无意发现了什么。我难掩激动地告诉爸妈，爸妈，我要回去一趟。爸妈一惊，回去干什么？你不是说，难不成你又后悔了？我翻出监控神秘一笑，你们看。2人直接惊得嘴都合不上了。我记得他。爸妈，你放心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我不得把周家搅得天翻地覆。人尽皆知。我又看了看女儿，爸妈，这几天麻烦你们帮我填填吧。晚上周成又问我什么时候回去，我回复下周2。我已经买好票了，实际上我买的是明天的票。回去路上我依旧难掩激动，在监控里确认后立马找了开锁师傅。师傅，门无所谓，麻烦帮我锯开吧。在社区门口我接到了拿着电锯的开锁师傅，一路上回头率爆表。
又是同样的一群老太太，她们乐呵地跟我打招呼。哎呦，回来啦！不过你这是干什么啊？巨门。老太太们对视。你婆婆又给你锁门外了。我摇头，直叹气。哎，都说家丑不可外扬，可婆婆做出这种偷人的事，我怎么能任由她堕落下去呢？这可是个大瓜。话一出，从开锁师傅到老太太全都惊呆了，他们脸上也洋溢着吃瓜的激动。真假的？谁啊？是咱社区的吗？骗人的吧？哎呀，猜来猜去干什么？跟着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就这样，鸡人跟了上来。一路上他们叽叽喳喳，但凡遇到认识的人都会说上一嘴。渐渐的跟着的人越来越多，到家门口后面已经有了10多20人。看着紧闭的大门，我一声令下：师傅，锯门。得嘞，保证1分钟内解决。电锯的声音响彻整个楼道，所有住户都被惊动了，也纷纷围观。门里面的人当然也不例外。我隐约听见婆婆惊慌的声音。什么声音？门口传来的。有人惊呼。我听见了，真的有男人的声音。原来真的在偷人啊！我记得她说她老公在乡下呢，公公住不惯城里，加上村里还养了鸡鸭牛，所以我生产后只待了1周就回去了。随着门被锯开，里面的声音也越来越清晰。哎呀，你快起来！我的裤子呢？你别躺了，真的有人。要万一是你儿子儿媳回来咋办？不会的，我儿媳下周才回来，儿子上班呢。终于门被锯开，我率先冲了进去，一脚踹开婆婆卧室门。大伙也紧随其后，看清屋内情形后都倒吸一口凉气。真的有男人。老王？怎么会是老王？只见婆婆赤裸着躺在床上，慌忙用被子遮住自己，而男人则只穿了条内裤，外裤只套了一半。大家都认出来男人是老王，婆婆的广场舞舞伴，社区里出了名的好男人。老王的老伴瘫痪在床6年了，他一直不离不弃，任劳任怨地照顾他，唯一的爱好就是跳广场舞。但因为他6年来坚持照顾妻子，人人都认为他是个负责任的好丈夫，加上他爱说话幽默风趣，所以和社区老太太大姨大娘全都打成了一片，被戏称为妇女之友，谁都对他没有戒心，也坚信老王不会对谁有感觉。可婆婆是个例外，婆婆无意中跳舞时和老王搭档了一次，比起公公的死板呆愣，婆婆很快就被幽默温柔的老王吸引，尤其是听完他的对待妻子，反而更加认定他是一个值得托付的男人。两人搭档次数越来越多，一来二去有了苗头。那天我无意翻看监控，发现自我走后第3天，老王每天都会来家里。一开始以为是做客，谁知做着做着就去了婆婆卧室，还隐约听见两人羞涩的笑声。我一边觉得辣眼睛，一边又知道这可是让婆婆名声大噪的好机会，所以跟周成谎称下周回来，让婆婆放心。果然隔天一大早，老王就上门了。我完美的捉奸在床。就在两人慌乱之际，门口传来熟悉的声音：崔红梅，你在干什么？婆婆身体猛地一震，脸色登时惨白。公公气势汹汹地闯进来，一脚踹开老王，抡起拳头砸在婆婆身上，边打边骂：你说你来照顾儿媳，结果倒好，躲在屋里偷人，老子不打死你！婆婆连连求饶：哎呦哎呦，疼死了，别打了，我错了我错了。在场所有人没有一个上前阻止，拍照的拍照，议论的议论，场面可以说一片混乱。得到消息的周成慌忙往家赶，看到这一幕差点晕过去。爸，你在干什么？别打了。他拖开公公，婆婆这才得以喘息。她躺在地上，头发凌乱，牙掉了好几颗，鼻血和嘴里的血糊了一脸。
看见周成婆婆哭着拽她的裤脚：“儿啊，救我！你爸要打死我啊！打死你活该！谁叫你偷人！”说着公公又要动手，周成忙不迭阻止，场面再次混乱。而蜷缩在角落的老王趁没人关注自己，偷偷溜走了。事情闹了一上午，围观群众才散去，可已经在整个社区传遍了，甚至还有人发到了网上。周成好不容易劝住暴怒的公公，一家三口坐在一起，只是他们还没说话，我率先把离婚协议书拍在桌上。周成，离婚吧。周成脸色更难看了。陈玉瑶，我爸喊着要跟我妈离婚，他们的事还没解决，你又要跟我离婚？我没多说，而是将监控录影放在他面前。这些天你和你妈商量了些什么？不用我说吧。看着录影，周成和婆婆脸色都是一白。周成咽了咽口水，眼神飘忽。你什么时候装的？婆婆则手指颤抖。好啊，我就知道是你，否则我怎么会？你还敢说？公公一拍桌子，你还想背着我跟他相好是吧？你怎么这么贱呢？婆婆的事是我前一天打电话告诉公公的，起初他不信，直到赶来亲眼目睹，婆婆也不服气。我贱？谁让你那么无趣？说话难听，不爱卫生，我已经受够你了。两人吵成一片，周成却始终看着那份离婚协议书，一言不发。我懒得跟他耗下去，东西我放这，想好就签，签完邮寄过来就行。我先走了，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会起诉离婚。周成又是一抖。回到家后，我好好休息了一段时间，陪着女儿玩，陪着爸妈，生活好不惬意。可周成那边就没那么轻松了。婆婆的事闹得人尽皆知，公公强硬的要跟她离婚，周成怎么阻止都没用。离婚后婆婆受不了社区的议论，搬离了社区，和老王也断了联系。而周成也出了名，不仅社区人知道，传到网上后还被他的同事认出来了，一时成了茶余饭后的笑话。因为风评不太好，原本计划让他升职，最终也泡了汤。至于我们离婚的事，他几次飞过来想挽留，可我一次没陷他，并且态度坚决。可以说一时间他是遭受亲情、爱情、事业三重打击。纠缠一段时间后，周成终于签了字，还主动放弃了对甜甜抚养权的争取。社区的房子作为夫妻财产被卖掉了，所有钱平分。离婚后没多久，因为受不了公司同事的议论，他也选择了辞职。在爸妈这边休息小2个月后，我开始重新工作，白天工作，下班陪伴父母女儿，生活充实而又美好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。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